请闭上眼睛，深呼吸，让窗外的月色或是城市的喧嚣都随这口气慢慢沉下去。此时此刻，你不是在快节奏的现代，而是在1800年前那个风摇雨坠的深夜。既然相遇在深夜，不妨顺手点个订阅，全当是咱们在这个乱世梦境里的重逢。若觉得这故事还有3分嚼头，就在评论里留下一句岁岁平安或者万事顺遂吧。您的这句吉利话就是对我最好的打赏。好，咱们合上浮躁，继续往那历史的阴影深处走。故事的镜头并没有对准金戈铁马的战场，而是拉进了一间昏暗甚至带着些许霉味的卧室。那是公元249年的洛阳城，房间里弥漫着浓重的中药味儿，混合着老人特有的沉木气息。那气味死死攥住屋里的每一寸缝隙，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窗纸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像是无数双枯槁的手在外面抓挠。床榻上躺着一个形同枯槁的老人，他就是曾经统帅大魏千军万马的太傅司马懿。此时的他已经70岁高龄，枯瘦的指甲在颈背上划过，发出一阵让人牙酸的刺刺声。2个侍女正端着一碗暗黄色的温粥，试图喂他喝下去。那是熬得烂透的米，冒着微弱的白气。司马懿的手抖得像秋风中的枯叶，指尖在碗缘磕碰，发出一连串细碎的瓷器撞击声。温热的粥水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先是弄湿了灰白的胡须，接着汇成一滩，把胸前的丝绸衣襟打湿了一大片。粥水又顺着衣领流到了被褥上，留下一道暗沉的印记。他狼狈地喘息着，喉咙里发出风箱般破败的声响，每一下呼吸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拉扯。站在床边的客人是当朝权臣曹爽的心腹李胜，他正眯着眼睛贪婪地盯着这个老人的每一个丑态。李胜名义上是来探病，实则是来确认这只老老虎是不是真的牙齿掉光了，能否直接扔进坟墓。李胜往前凑了凑，身上的绸缎官服摩擦出刺耳的动静。他大声喊道：太傅，我要去荆州任职了，特来向您辞行。司马懿那双浑浊的眼睛毫无焦距地转了转，眼眶四周堆满了紫红色的皱纹。他费劲地张开嘴，声音含混得像是在喉咙里含了一口冷水。他颤巍巍地回了一句：什么并州？你要去并州抗击胡人吗？李胜再次大声纠正，脸上的轻蔑几乎要溢出来。那是荆州，不是并州。可司马懿仿佛彻底糊涂了，嘴角挂着一丝粘稠的咸水，嘴里念叨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脑袋沉重地歪向一边，眼神空洞得像2口荒废多年的枯井。李胜终于满意地笑了，他觉得眼前这副皮囊已经不再是威胁，而是一截腐烂的木头。这真是一场足以欺瞒天地的表演。谁能想到，一个能把诸葛亮逼入绝境的顶级战略家，此刻正用这种近乎羞辱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无害。这哪里是衰老，这是这世间最高级的嘲讽。他在用自己的卑微喂养对手的狂傲。李胜的脚步轻快地离开了，那是小人得志后的雀跃。他迫不及待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曹爽。就在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床榻上那个连粥都喝不进去的老人突然停止了颤抖。那双原本浑浊不堪、毫无光泽的眼睛，像是被火点燃了一般，瞬间变得锐利如刀。他缓缓抬起头，眼神里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寒光，直刺向那扇合上的红木大门。在大家都在急着100米冲刺的时候，只有他清楚，为了这最后一刻的爆发，他已经整整热身了50年。故事的时钟拨回到公元201年，那一年我们的主角司马懿只有22岁。这一年的中国北方，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麦子味儿和生铁的锈腥味儿。
这种气味常年不散。在这个乱世里，人命不如草芥。对于一个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来说，路窄的只能容下一双脚，要么挑选一个主公，把命压在案几上，博一个封侯拜相，要么躲进深山，做一个看着野鹤等死的隐士。身处河内郡温县老家的司马懿却走出了一条令人匪夷所思的第三条路。那时候的司马家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豪门，门前的石狮子每天都被漏水浸得冰凉。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生了8个儿子，个个才华横溢，人称司马八达。而在兄弟几人中，二公子司马懿的名声最响。总有人断言，这个年轻人有着惊天伟地之才，名声有时候是往上爬的梯子，有时候却是挂在脖子上的催命符。这一年，那个刚刚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正如日中天的曹操，听说了司马懿的名字。那时的曹操官拜司空，实际上已经把控了汉室的朝廷，他的手握着天下最锋利的权柄，他像一个急需扩张的枭雄，一纸金色的征召令送到了温县司马家的大门口。对于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能接到曹司空的聘书，那是祖坟冒了青烟，好事得连夜收拾行李。但22岁的司马懿看着那份烫金的征召令，指尖摩挲着粗糙的纸质，却做出了一个决定：拒绝。如果你去翻看史书，会看到汉室衰微、曹氏名不正这样的道德理由，那些词汇被写得冠冕堂皇。但如果我们拨开这些外衣，用利益的逻辑去审视，会发现这其实是司马懿人生中第一次精准的风险投资。那时的曹操虽然赢了官渡之战，但北方并未统一，外部强敌环伺，内部暗流涌动。更重要的是，曹操这个人用人极狠，疑心极重，在他手下干活就像在刀尖上跳舞。司马懿不想做被收割的韭菜，他想做那个最后的庄稼。但是拒绝曹操是要付出代价的，在那样的年代，拒绝就意味着不识抬举，你必须给出一个让对方无法反驳却又无可奈何的理由。于是22岁的司马懿突然病了，他对来使说自己得了风痹，他说自己身体僵硬，生活不能自理，连下床撒尿都成问题。这不仅仅是一句谎言，这是一场漫长的残酷的行为艺术的开始。为了让这个谎言成真，司马懿彻底切断了与外界的社交，他把自己关进了那间窄小的书斋，他躺在那张雕花的木床上，看着窗外的日升日落。春天，他听着窗外的鸟鸣由清脆变得凄凉；夏天，他忍受着蚊虫在耳边嗡鸣，却不能挥手驱赶；秋天，他看着枯叶在窗棂上打转，最终被风卷进屋内的角落。冬天，他裹着厚厚的棉被，感受着那渗入骨髓的寒意，一点点吞噬体温。这不是一个周末的赖床，也不是1个月的长假，这是一场不知何时是尽头的刑期。曹操是什么人？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奸雄，他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一个年轻人的鬼话？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曹操派出的刺客悄无声息地摸进了司马家的后院，月光洒在青石板地上，像一层白霜，没有一点声息。刺客的任务不是杀人，而是验货，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战。此时的司马懿正仰面躺在床上，呼吸平稳，似乎已经睡熟。房间里没有点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清冷光线。忽然，一道黑影闪过，没有任何废话，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猛地拔出，刀尖带着森森寒气。那刀锋直奔司马懿的咽喉而去，速度快得像是一道闪电。这一刻，时间仿佛被拉成了细长的丝线。这是一种人类最本能的测试。利刃刺向眼球或咽喉时，任何生灵都会下意识地眨眼或闪避。
那是刻在基因里的求生欲，是大脑皮层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射。但司马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刀尖在他的瞳孔上方堪堪停住，距离他的眼球可能只有几毫米。他甚至能感受到刀刃上散发出来的铁腥味儿，能感受到刺客压抑而急促的呼吸声。只要他稍微眨一下眼，或者眼珠稍微转动一下，这场戏就彻底穿帮了。等待他的将是欺君之罪，是司马家族的灭顶之灾。他硬生生地把作为一个生物的求生本能给杀死了。他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上方，眼神空洞，得像一具干枯的木头，没有任何情绪的起伏。刺客僵持了片刻，终于收回了刀，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冷冽的低笑，转身离去。司马懿赢了，他在22岁这年通过了死神的面试。这一躺就是整整7年，2500多个日日夜夜，足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在这7年里，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曹操北征乌桓，平定北方，赤壁之战火烧连营，而司马懿就在这张床上，看着自己的肌肉因为缺乏运动而日渐松弛。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看着时光在指缝间流逝，同龄人建功立业，自己却只能像个废人。他在脑海中模拟着外面的战争，推演着天下的局势。他在心里筑起了一座城，他在沉默中积蓄着力量，像一座休眠的火山，等待着那个喷发的契机。然而，完美的伪装往往毁于一个极其微小的意外。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天气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知了在树梢叫得声嘶力竭。司马懿命人把藏书搬到院子里晾晒，防止霉变。那些书是他的命根子。突然之间，天色大变，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狂风卷着尘土漫天飞扬，暴雨倾盆而下，雨点像鞭子一样抽打着那些珍贵的竹简和帛书。躺在床上的司马懿透过窗户看到了院子里的景象，墨迹会在水中化开，竹简会腐烂。在这一瞬间，那个理性的司马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爱书如命的读书人。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瘫痪7年的病人，忘记了曹操的眼线。他像一只敏捷的豹子，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冲进密集的雨幕之中。他弯下腰，疯狂地抢收着地上的书籍，雨水打湿了他的长袍，勾勒出他健硕的脊背。这一连串的动作行云流水，哪里有一点封闭瘫痪的样子？他抱着湿漉漉的书卷，大口喘着气。那一刻，他或许感到了久违的鲜活，但是当他转过身时，血液瞬间凝固了，比冬天的冰雪还要冷。在回廊的角落里站着一个侍女，手里拿着原本打算收衣服的篮子，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那个平时连翻身都要人伺候的二公子，此刻正生龙活虎地站在雨里，水珠顺着他的脸颊流下。四目相对，只有雨声哗哗作响，空气粘稠的让人窒息。司马懿的眼神从慌乱迅速冷却，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侍女看到了真相，这足以让全族覆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能永远保守秘密。这件事在史书中留下了冰冷的一笔。他的妻子张春华出现了。在这个雨夜，为了守住丈夫的秘密，张春华亲自动手，让这名侍女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张春华甚至亲自下厨烧火做饭，不再雇佣新的下人。那场暴雨洗刷了院子里的尘土，也洗去了司马懿身上最后一丝少年的天真。他继续躺回床上，眼神更加深邃，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他在等那个真正值得他站起来的人，他在为将来的某一天能走得最远而献祭双腿。
时间的车轮碾过公元208年，北方的霸主曹操已经站在了权力的巅峰。他不仅是汉朝的丞相，更是这个国家实际的掌舵人，意气风发，准备统一天下。对于司马懿来说，他的长假也终于到了尽头。曹操又发来了一纸征召令，但这回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若复盘桓，便收之。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还要赖在床上磨磨唧唧，那就直接去监狱。这句话刚传到司马懿耳朵里，那个瘫痪了7年的重症患者瞬间就痊愈了。他扔掉了拐杖，整理好衣冠，动作利索的像个练家子。他立刻打包行李奔赴权力的漩涡。这种不要脸的坦然，恰恰是他最可怕的地方。进入曹操幕府仅仅是噩梦的开始。司马懿被任命为文学根，一个小小的秘书官。他本以为只要低头干活就能混口饭吃，但他面对的是一个拥有野兽直觉的老板。有一天，曹操在前面走，司马懿在后面跟。走到半路，曹操突然毫无征兆地喊了一声司马懿的名字。普通人会停下转过身，但司马懿却展示了狼顾之象。他的脚没有停，肩膀也没有动，身体依然向前，但这颗头颅却像猫头鹰一样硬生生向后转了180度。在幽深的长廊里，一个人背对着你走，头却完全转了过来，锐利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你。曹操当时就感觉后背一阵发凉。这种身体构造属于荒原上时刻准备反咬一口的饿狼。曹操还梦见3马同槽，那是上天在预警。按照曹操以往的性格，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司马懿距离死亡真的只有1步之遥，刀斧手可能已经在门外磨刀了。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深夜，司马懿感受到了老板眼中的杀气。他没有选择辩解，而是选择了一条最卑微的求生之路。他主动请求去喂马。身为丞相府的官员，他脱下长袍，换上短衣。在寒冬腊月的深夜，司马懿提着沉重的饲料桶在马厩里忙碌，亲自清理那些冒着热气的马粪。哪怕手上生了冻疮，满身都是牲畜的臭味，他也毫无怨言。曹操看到这个拥有狼顾之相的男人，像个最卑微的奴仆一样伺候牲口，杀心终于松动了。他通过自我矮化，再一次从死神指缝里溜了出来。但他知道，光靠喂马是喂不出未来的，他必须找到一把保护伞。这把伞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他们正面临着一场残酷的夺嫡之争，一边是才华横溢的曹植，一边是性格内敛的曹丕。司马懿在曹丕身上闻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味道，那是长期的恐惧与隐忍。司马懿看出了曹植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才华，以及伴随才华而来的放纵。司马懿交给曹丕的核心战术只有2个字：藏拙。有一次曹操出征，曹植做了一篇华丽的赋，歌颂功德，听得曹操眉开眼笑。曹丕深知拼才华必输，他看向人群中的司马懿，那里的人面色凝重。曹丕走上前去，一句话也没说，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曹操磕头。等到抬起头时，已经是泪流满面，哭得几乎晕厥。他断断续续地说：“父王，此去征途凶险，儿臣实在是不忍心啊。”这一哭，现场的气氛瞬间变了。曹植那篇华丽的文章显得那么虚浮刻意。曹操看着泣不成声的儿子，心里的天平倾斜了。他觉得老二才是真正心疼父亲的。这一局，眼泪战胜了才华，这就是司马懿的哲学。当别人展示锋芒，我们展示忠诚。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像园丁一样修剪曹丕这棵树。终于在公元220年，那个压在所有人头顶的大山曹操崩塌了。曹丕在司马懿等人的拥护下登基，正式建立了大魏王朝。新皇登基的那一天，大臣们欢呼雀跃，
站在人群中的司马懿看着龙椅，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赢了，他在最凶险的职场活了下来，还宋老板上了位。但他清楚，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对手正在西边群山中注视着他。在那寒风凛冽的朝堂之上，司马懿低垂着眼帘，他的双手拢在宽大的袖袍里，脚下的汉白玉石阶散发着沁骨的凉意，这凉意顺着鞋底一直爬到心里。他听着那些加官进爵的旨意，心里却盘算着关中地区的粮草调拨，盘算着那个拿着羽扇的男人的不平。此时的天下三足鼎立的局势已成定局，但对于司马懿来说，这只是他漫长下半场的开端。他知道，曹丕虽然信任他，但曹家的血脉里流淌着多疑的基因。他每一次跨过宫门的门槛，都要像22岁那年面对刺客一样杀掉所有的表情。他的影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拉得极长，显得孤独而沉重。司马懿转过身，缓缓走出大殿。外面的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他知道，这世间最难熬的不是死亡，而是如何在绝对的权力下继续扮演一个顺臣。他踏上马车，车轮滚过青石路面的声音单调而枯燥。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还要等，还要忍，直到那个天命降临的时刻。夕阳将洛阳的宫墙染成了一片血红，那是无数人命堆砌出来的颜色。司马懿坐在车里闭目养神，他的指尖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击，那敲击的节奏快慢匀称，仿佛在计算着大魏王朝剩下的寿数。风从车帘的缝隙里钻进来，带走了最后一丝属于盛世的余温。风从车帘的缝隙里钻进来，带走了最后一丝属于盛世的余温。这辆马车的车轮就在这不见尽头的官道上碾转向前，一滚就是14年的岁月。时间的长河奔流到了公元234年，这是一个被宿命感笼罩的年份。三国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像一场即将烧尽的连营大火，只剩下残红的灰烬。曹操死了，刘备死了，张飞、关羽那些曾在虎牢关前叱咤风云的名字，一个个都变成了荒冢上生着青苔的冰冷刻痕。而在秦岭西侧的五丈原，两个当世最聪明的大脑正在进行最后一次不见血刃的惨烈对决。这一年的司马懿55岁，两鬓早已染上了岁月的白霜。他不再是那个在马厩里忍着冻疮喂马的卑微小吏，也不再是那个躲在曹丕身后连呼吸都要计算节奏的影子军师。他现在是大魏的最高军事统帅，手里握着数十万重兵的生杀大权，稳稳地站在了权力的巅峰。但他坐在那张垫着虎皮的帅椅上，眉头却锁得像一块化不开的生铁，因为他的对面坐着那个连名字都让人感到窒息的男人，大汉丞相诸葛亮。五丈原是一片高地，秋风卷着黄沙，刮在人的脸上像刀割一样生疼。诸葛亮带着蜀汉最后的一点家底，第6次北伐驻扎在这里，营帐连绵，战旗在冷风中猎猎作响。诸葛亮的目的清晰明了，他要寻求决战，因为蜀国国力弱小拖不起，更因为他那具熬干了心血的身体等不起。而司马懿的策略同样冷酷到了极致，只有4个字：坚壁清野。他要做一只彻头彻尾的缩头乌龟，无论蜀军在阵前怎么叫骂，怎么击鼓挑衅，甚至把司马家族历代先祖的名字都翻出来挂在嘴边羞辱，魏军的大营始终像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坟墓，辕门紧闭，鹿角横陈，没有任何一兵一卒敢踏出营地半步回应。司马懿的将令就悬在营门的木桩上，字迹森严，谁敢出战，立斩不赦。这是一道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数学题。魏国地大物博，粮草堆积如山，耗上3年5载，连眉头都不用皱一下。
而蜀军远道而来，翻越那蜀道难于上青天的秦岭，每一粒米都沾满着运粮民夫的血汗。司马懿只要稳稳地坐在大营里喝着热茶，看着天边的落日，等着诸葛亮的粮草一天天耗尽。只要时间一到，胜利就会像熟透的苹果一样，悄无声息地掉进他的怀里。但在当时那种讲究武将气节的年代，这是一个考验着人性底线的残酷选择。想象一下，几十万大军的统帅被敌人堵在家门口，指着鼻子骂祖宗，手下的将军们个个摩拳擦掌，眼睛里布满血丝，觉得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如果你不打，底下的骄兵悍将就会觉得你怕了诸葛亮，你的威信将被踩在泥地里碾碎。就在这种军心浮动、火药味一点就着的时刻，诸葛亮派人送来了一份大礼。那天正午，日头苍白地挂在天上，蜀国的一名使者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魏军的中军大帐。他手里捧着一个黑漆描金的精美礼盒，昂首挺胸，没有丝毫惧色。魏军的将领们披甲执锐围了一圈，铁甲碰撞出压抑的声响。大家都以为这是诸葛亮的战书，或者是某种血腥的挑衅之物。司马懿坐在帅位上，神色平静，轻轻抬了抬下巴，示意左右将那盒子打开。盖子被掀开的那一瞬间，整个大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连众人的呼吸声都仿佛被抽干了。盒子里没有进血的战书，也没有敌将的人头，只有一套折叠的整整齐齐的衣服。那是一套色彩艳丽、做工考究的女人的襦裙，上面还放着配套的脂粉和头巾。在那个视尊严如性命的古代男权社会，在两军阵前送给对方主帅一套女装，这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刃直接捅进了男人的脊梁骨。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司马懿虽然统帅三军，但你胆小如鼠，根本不算个站着撒尿的男人。你就像个深闺里的妇人一样，只配穿这身胭脂水粉的衣服，躲在屋子里绣花。这是一种摧毁精神防线的核弹级羞辱。大帐里的空气瞬间被点燃了，魏军的大将魏平、郭淮等人当场双眼通红，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郭淮猛地拔出腰间佩剑，一剑将面前的紫檀案戟劈得粉碎，木屑溅得满地都是。他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请求司马懿立刻下令，要带着骑兵冲出去，和蜀军拼个鱼死网破。所有的目光像燃着火的箭矢，齐刷刷地集中在司马懿那张爬满皱纹的脸上。大家都在等那个拥有狼顾之相的男人彻底爆发，等他哪怕只是摔碎一只茶碗，然后血洗蜀军大营。然而司马懿接下来的反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邪。他先是盯着那件女装愣了片刻，眼角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然后他笑了。那不是那种咬牙切齿、怒极反笑的冷笑，而是一种仿佛收到了多年老友贴心礼物的轻松微笑。他慢慢站起身，那件厚重的大枕从肩头滑落，他竟真的伸出手拿起了那件颜色娇艳的女装。他在自己那件玄色的长袍外比划了一下，手指轻轻摩挲着那细腻的丝绸纹理。孔明真是有心了。司马懿的声音平稳得像一潭不生波澜的死水。这针脚做得不错，料子也是蜀锦里的上品。他甚至当着满帐文武的面，真的把那件女人的衣服披在了自己的肩膀上，还转过身向着左右的侍从问了一句：我穿这个好看吗？大帐里鸦雀无声，将军们满腔的怒火瞬间被一种庞大到令人窒息的荒诞感浇成了一团冷灰。他们看着眼前这个身披女装、神色自若的老头，突然感到后背渗出一层密密的冷汗。那是一种对未知深渊的恐惧。一个人要有一颗怎样坚硬冰冷的内心，
才能把这样的奇耻大辱像喝一口温白开一样咽下去，甚至还能咂巴出几分甜味来。诸葛亮想用激将法，想用愤怒的烈火来烧毁司马懿的理智，逼他出战，但他算错了一步。司马懿这具躯壳里根本没有普通人的尊严，或者说他全都是冷冰冰的理智，在生存和最终的胜利面前，面子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对司马懿来说连路边的一抹尘土都不如。这场戏演完后，司马懿甚至还吩咐人设宴，热情地将蜀国使者留下来吃饭。在酒席上，司马懿让人倒上温酒，就像一个在乡间榕树下关心邻居的老大爷一样，拉着使者闲话家常。他绝口不提两军对峙的军事，不问蜀军还有多少兵马，也不问粮草还能支撑几个月，他只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他一边用筷子给使者夹了一块肉，一边随意地问道：“你们丞相最近饭量怎么样啊？”使者是个未经心机淬炼的老实人，喝了2杯酒，叹了口气。他说：“丞相太累了，每天起得比军营里的鸡还要早，睡得比守夜的狗还要晚。军中只要是罚20军棍以上的过错，丞相都要亲自调阅卷宗过问。至于吃饭，他每天咽下去的米粒数都数得清，一天下来大概也就只吃几升米吧。”司马懿听完这话，夹菜的筷子悬在半空中，足足停顿了3次呼吸的时间。那一刻，他眼底那层伪装出来的浑浊笑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到了极点的眼神，那里交织着对老对手的敬佩，以及对一个即将燃尽生命的悲悯。他慢慢放下酒杯，酒水在杯中荡起一圈微弱的涟漪。他转过头，对着左右那些还没回过神来的将领，轻轻吐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断言：“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吃的那么少，操心的事儿却装满了天下。这盏灯的灯油马上就要耗尽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的医学判断，更是2种人生哲学在高处的冷酷审视。诸葛亮是那个想要逆天改命的理想主义者，他想凭一己之力把那栋快要塌掉的汉室大厦生生扶正，所以他必须燃烧自己的骨血，必须事必躬亲，哪怕燃成灰烬。而司马懿是个踩在泥地里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人是血肉做的，挡不住天道轮回。在这个残酷的世道里，你根本不需要在战场上击败对手，你只需要学会憋气，活得比他更久。这场5丈原的对峙，表面上看是几十万大军的刀兵较量，实际上是一场宿命的消耗战。一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剧英雄，一个是咽下一切屈辱，只管养生续命的蛰伏者。历史的笔锋最终没有偏向浪漫，而是选择了冰冷的现实。那个秋天5丈原的风吹得比往年都要凄厉，营帐外的战旗被撕扯出破碎的声响。没过多久的深夜，一颗巨大的流星带着惨白的光芒划破夜空，直挺挺地坠落在蜀军营地的方向。紧接着，派出去的探子连滚带爬地回来报信，蜀军趁着夜色拔营起寨，正在向后方撤退。司马懿站在寒风里，立刻明白那个等待了多年的时刻终于到了。他亲自披挂上阵，带着魏国的大军像潮水一样冲进了蜀军的营地。没有震天的喊杀，没有金戈交击的埋伏，那里空旷的让人心底发虚。偌大的营盘里只剩下还在冒着青烟的熄灭篝火，以及丢弃在泥地里的破旧辎重。那个让他怕了半辈子，敬了半辈子，也斗了半辈子的死敌诸葛亮真的死了。司马懿独自一人走在这空荡荡的营地里，靴子踩在焦黑的泥土上。他看着诸葛亮生前留下的那些严密布阵图，看着那些连撤退都丝毫不乱的防御工事，
他停下脚步，仰起头，对着那漫天的星斗，由衷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天下奇才也。此时身旁的副将急切地凑上来报告，说蜀军因为携带辎重走得不远，骑兵还能追得上。司马懿点了点头，大手一挥，铁骑卷着尘土向前追击。然而史书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近乎荒诞的转折。当魏军追击到一处山谷时，前方的蜀军阵营里突然缓缓推出了一辆4轮小车，车上端坐着一个身穿鹤豚、手摇羽毛扇的木雕人像。隔着遥远的雾气，仅仅是这样一个没有生命体征的木像，就把身经百战的司马懿吓得勒紧了缰绳。他调转马头，带着千军万马掉头鼠窜，一口气跑出去了好几里地，才敢摸摸自己的脑袋是不是还连在脖子上。这就是那句著名的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当后来天下人都在酒肆里拿这件事来嘲笑司马懿胆小如鼠时，他本人却坐在府邸的火炉旁，毫不在意地拨弄着炭火。他自嘲地说：我能撂活人，但我撂不了死人啊！只要能活着保住这颗脑袋，被那些不懂局势的蠢货笑话两句，又怎么了？少不了一块肉。然而当几十万大军班师回朝，当洛阳城里庆功的酒宴散尽，当铜壶滴漏的声音在深夜空旷的房间里响起时，司马懿独坐床榻，看着墙上跳动的烛火，或许会感到一种渗入骨髓的寒冷。这种寒冷的名字叫做彻底的孤独。诸葛亮死了，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隔着千里看穿他的计谋，再也没有人能用千军万马逼出他的生存极限。更可怕的现实摆在眼前，诸葛亮的死也生生剥掉了司马懿身上那一层最坚固的保护色。这就好比飞鸟进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以前曹家皇室不敢动他，忍受他的兵权，是因为普天之下只有司马懿这条老狗能挡住诸葛亮的锋芒。现在最大的外患被熬死了，那把用来杀敌的刀挂在朝堂上，是不是就显得太锋利、太扎眼了？在这个55岁的年纪，司马懿站在了人臣的顶点，他熬死了神一样的对手，赢得了没有争议的声望。但他那双狼顾的眼睛微微眯起，清楚地听到了来自背后朝堂之上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磨刀声。边关的烽火熄灭了，但朝廷里的战争，那种看不见一丝硝烟却要诛灭九族的权力绞杀，才刚刚拉开帷幕。时间的长河在暗流涌动中奔流到了公元249年。这一年距离五丈原那场惊心动魄的星落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5年对于在田间劳作的农夫来说，是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养大成人的半辈子。而对于三国晚期这个死气沉沉的政坛来说，这15年是一场漫长到让人精神崩溃的等待。这时候的司马懿已经是一个实打实的70岁老人了，脸上长满了褐色的老年斑，身形也佝偻了下来。在这个人活70古来稀的封建年代，能活到这个岁数本身，就是对所有政敌最残酷的碾压。命运似乎跟坐在龙椅上的曹家开了一个最恶毒的玩笑。曹家的皇帝们仿佛中了某种被诅咒的短命符。当年那个把兄弟逼上绝路，也逼着司马懿辅佐他上位的曹丕，只穿了7年龙袍就病死了，享年40岁。接班的那个聪明绝顶却有着残酷性格的魏明帝曹睿，更是连40岁的门槛都没摸到，36岁就撒手人寰。曹家的继承人就像韭菜一样，还没长到足够阻挡风雨的高度，就一茬茬地倒在了血泊和病榻上。现在坐在大卫龙椅上的是一个虽然已经成年，但眼神里总是透着怯懦的青年皇帝曹芳。他8岁就在惊恐中被抱上了那个冰冷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坐了整整10年。但这10年来，他从未真正握住过那根代表天下的权杖。
真正把持朝政，在洛阳城里呼风唤雨的是大将军曹爽。曹爽是个什么成色的角色？他的父亲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曹真，曹操的养子。作为曹家名义上的孙子，曹爽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在富贵乡里泡大的富三代。他没有曹操当年横槊赋诗的雄才大略，没有曹丕那种能把心思藏进肚子里的阴沉，也没有曹睿狠辣的制衡权谋。他身上唯一长足了的东西，就是被权力喂养出来的傲慢。在曹爽那双涂满脂粉的眼睛里，司马懿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一件前朝遗留下来的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旧铜器。虽然朝廷名义上尊称他为太傅，位极人臣，给了他无数的虚衔，但实际上曹爽早就在这10年里用各种手段把司马懿手里的实权剥得干干净净，把他架成了一个空壳。曹爽看着司马府里传出的消息，觉得这只老老虎的牙齿是真的掉光了，只能像一滩烂泥一样躺在家里，喝着米粥，流着口水，掰着手指头等进棺材的日子。确实，在过去的这10年光阴里，司马懿表现得太像一个随时会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老废物了。他装聋作哑，对朝堂上的党同伐异不闻不问，甚至让人放出风去，说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他甚至装模作样的让风水先生看地，把自己的坟墓位置都早早选好了。就在洛阳城外的首阳山，逢年过节，他表现的似乎只等着那口黑漆棺材落土为安。但曹爽犯了一个吃喝玩乐的年轻人常犯的致命错误，他把岁月带来的老直接等同于了软弱。他根本不知道有些东西经过时间的浸泡会越老越毒，有些刀藏在鞘里生了锈，一旦拔出来却更加嗜血。公元249年的正月初6，洛阳城迎来了冬天里最冷的一天，天空灰蒙蒙的，空气里透着一股能把骨髓都冻住的肃杀寒意。这一天是魏国皇室按照祖制出城去高平陵祭拜先帝的日子。按照惯例，大将军曹爽穿着华丽的朝服，带着他的3个弟弟以及满朝属于他那一党的亲信武将，他们簇拥着那个眼神闪烁的小皇帝，浩浩荡荡地出了洛阳城的城门。车队的轮毂碾压在结冰的石板路上，发出沉闷的轰鸣。队伍绵延数里，旌旗把天空都遮蔽了，车马的喧嚣声震耳欲聋。曹爽骑在高头大马上，手里握着马鞭，心情极度舒畅。他觉得整个大魏的江山都已经死死攥在他的掌心了。他回头看了一眼渐渐远去的洛阳城墙，心里冷笑，城里只剩下那个连碗都端不稳，快要断气的司马懿，一堆老骨头还能翻起什么浪花？然而，就在曹爽庞大的车队刚刚消失在官道尽头，城门缓缓闭合的那一瞬间，洛阳城内原本慵懒死寂的气氛陡然间发生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倒转。那座常年紧闭、透着药味的司马府大门突然发出沉重的摩擦声，被人从里面重重地推开。那个连喝粥都会流得满身都是，要在李胜面前装疯卖傻的司马懿，并没有躺在充满霉味的被窝里。他站在内院的青石板上，身上穿着冰冷的铁铠，腰间悬着那把不知道藏了多少年的长剑。虽然头发已经全白，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纸片，但他的脊背却挺得笔直，那姿态就像是一杆在这个乱世的血泊里硬生生插了50年的长枪。他眼眶里哪里还有半点装出来的浑浊和呆滞？那2口枯井里，此刻正燃烧着一种压抑了整整10年的复仇火焰。那火光冷酷、精准，透着一击毙命的残忍。他缓缓拔出长剑，剑刃在冬日的寒光下闪过一道劈裂。他干瘪的嘴唇里吐出2个字：出发。司马懿的声音并不大，
但这短短的2个字却像2枚生铁铸造的钉子，死死地钉进了洛阳城的地面上。随着这一声令下，这座古老都城的阴暗角落仿佛突然活了过来。从长满青苔的巷道里，从散发着霉味的废弃仓库中，甚至从那些看似毫无生气的普通民房内，突然如黑色潮水般涌出了3000名披甲执锐的死士。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天子脚下，在曹爽眼皮子底下的洛阳城，司马懿是什么时候开始豢养这批人的？也许是在他被曹爽排挤交出兵权回家的那第1天晚上，也许比那还要早得多。在这漫长的10年光阴里，在曹爽夜夜笙歌，在朝堂上不可一世的挥斥方遒的时候，司马懿就趴在这儿看似平静的湖面下，像一只老龟一样，一钱一两的积攒着这些足以掀翻天地的致命筹码。这3000人不是兵部名册上的普通士兵，他们是司马懿隐匿在黑暗中的影子，是他那满口假牙下藏着的剧毒獠牙。他们没有军营的编制，没有名字，他们的眼里只有这个挥剑老人的意志。司马懿的行动快得令人感到一种生理上的窒息。他没有带兵去皇宫控制太后，也没有去衙门接管6部，他跨上战马，直接把兵力分成了2股，直奔全城最致命的2个咽喉，一个是洛阳的武库，一个是城外的洛水浮桥。占领武库意味着瞬间控制了全城所有的盔甲和重型武器，曹爽的残党拿不到一根铁毛。切断浮桥意味着像掐断了曹爽回城的唯一退路，把他堵死在了城外。这一套连环的组合拳打出来，行云流水，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老辣到了极点。这就好比2个人坐在大殿里下棋，曹爽还在洋洋得意地盘算着怎么吃掉对方边角上的一个卒子，而坐在对面的司马懿已经直接把整个棋盘掀翻在地上，把一把滴血的刀架在了曹爽的脖颈大动脉上。当洛阳城变天，司马懿起兵的军报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城外的高平陵时，曹爽正坐在一块铺着锦缎的平地上准备野餐。听到信使那带着哭腔的汇报，曹爽的手一哆嗦，手里的白玉酒杯咣当一声掉在石头上，摔得粉碎。四周的歌舞瞬间停了，乐师们吓得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其实此时的局面并非绝对的死局，棋盘上还有翻盘的可能。曹爽的手里捏着这场政治游戏中最关键的一张底牌，那就是皇帝曹芳。虽然老巢洛阳丢了，但只要天子在手，名分就在。曹爽完全可以带着皇帝以正统的名义号令天下兵马，召集各路诸侯秦王，只要诏书一下，哪怕司马懿占了京城，在法理上他也是个犯上作乱的叛逆。曹爽身边那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大司农桓范，骑着快马拼死逃出洛阳来报信。桓范此刻急得把眼睛都快瞪出血来了，他死死抓住曹爽的袖子。桓范声嘶力竭的死谏，让曹爽立刻护驾带着小皇帝直奔许昌。只要到了许昌，打开昔日曹操留下的粮仓，调动天下的秦王兵马，司马懿手里那3000死士就是瓮中之鳖。虽然这意味着现在就要脱下锦衣华服去吃几个月的风餐露宿之苦，但这却是一条能活命并在日后继续主宰天下的唯一正确战略。如果是当年的曹操站在这个路口，或者哪怕是阴沉的曹丕，都会毫不犹豫地翻身上马直奔许昌。但残酷的历史容不得假设，此刻站在路口做决定的是被富贵泡软了骨头的曹爽。曹爽听着桓范的怒吼，却开始犹豫了。他转过肥胖的身子，回头看了看洛阳城的方向，那是他金碧辉煌的家，那里有他费尽心思修建的豪宅，有他在后院里养着的成群绝色妻妾，
还有地窖里囤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香料。如果在此时去了许昌，就要睡硬板床，就要在风沙里打仗，就要去过那种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苦日子。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大脑深处根本没有流血拼命的概念，他被吃苦这2个字彻底吓破了胆。就在曹爽站在寒风中双手发抖犹豫不决的时候，司马懿精心算计好的心理攻势像一剂毒药准时送到了。司马懿派来了使者，并且特意挑选了2位在朝堂上德高望重的老臣做说客。他们不仅带来了安抚的话语，还给曹爽带来了一封太傅的亲笔信。在这封信里，司马懿用极其诚恳的口吻，指着洛阳城外那条被视为神圣的洛水发下了重誓。他说：我司马懿起兵只是为了剥夺你的兵权，绝不伤害你的一根头发。只要你放下兵器回城，你可以保留你的所有爵位，你地窖里的财富依然是你的，你可以回去安安心心的做一个富家翁，颐养天年。为了增加筹码，信的末尾写着：我若违背此事，有如落水。这是一份在当时看来沉甸甸的誓言。在古人那敬畏鬼神的价值观里，指着奔腾的河水发誓，是绝不敢轻易违背的极重承诺。听着老臣的转述，看着手里的信，曹爽心里那根紧绷的弦彻底松了，他动心了。谋士桓范站在一旁，看着曹爽那副贪生怕死、准备妥协的没出息样子，气得当场崩溃痛哭。桓范把头狠狠地撞在旁边的树干上，震落了一层枯血。他指着曹爽的鼻子大骂：曹子丹那样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如猪狗的儿子？我们要被你害得满门抄斩了。但曹爽的耳朵里已经听不进这些刺耳的忠言了。他抱着那愚蠢的侥幸心理在安慰自己。他想，司马懿毕竟是历经4朝的老臣了，年纪这么大，难道还能当着全天下士族的面违背对着洛水发的毒誓吗？况且就算交出权力，回去接着做一个不用上朝的富家翁，搂着妻妾喝酒也没什么不好吧。于是曹爽做出了那个葬送全族的决定。他交出了代表最高军权的兵符，带着小皇帝，像一只被驯服的绵羊，乖乖地顺着原路回到了洛阳。当他跨进城门的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走进的依然是那个可以继续寻欢作乐的熟悉温柔乡，殊不知他踏入的是一个由司马懿亲手编织、早就张开了血盆大口的屠宰场。当曹爽的马车回到自己的府邸门前，他终于发现四周的气氛不对。原本守门的家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司马懿手下的铁甲士兵围得水泄不通，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他隐约感到了一丝后背发凉的寒意，但他还在用那可笑的逻辑自我安慰：没事儿，太傅在信里说得很清楚了，只是剥夺权力软禁我，只要我的地窖里还有钱花就行。为了试探司马懿的态度，曹爽甚至还天真的让下人隔着门缝递了一封信出去。信里写着：太傅啊，我家里人多，米仓里的粮食不够吃了，您能不能派人送点肉粮来？司马懿接到信后，坐在书房里，看着信纸上的字迹，嘴角勾起了一抹令人胆寒的弧度。他不仅没有推脱，反而立刻派人送去了一车上好的粮食，还有整坛的好酒和新鲜的肥肉。曹爽在被封死的院子里看到这些酒肉，高兴坏了。他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他拿着信纸对手底下惊恐的家人说：你们看，我就说司马公重情重义，绝不会骗我吧。此时此刻的曹府就像是一个圈里的猪栏，一只待宰的肥猪正在感恩戴德地感谢屠夫送来的最后一顿丰盛饲料。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大雪初霁，这把悬在曹家头顶的屠刀终于重重地落了下来。司马懿撕下了所有伪善的面具，
以图谋造反的死罪，将曹爽及其所有的党羽故旧全部强行从府邸里拖了出来。什么指着落水的誓言，什么保证只做一个富家翁的承诺，在绝对冷酷的权力面前，连擦血的废纸都不如。司马懿的命令没有一丝温度，他不仅要杀曹爽，还要诛灭曹爽的三族，连同桓范等人的家族也一并论处。那一天，洛阳城的刑场上黑压压地跪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儿。曾经在这座城市里权倾朝野、跋扈不可一世的曹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像秋天里被镰刀割倒的枯草一样，一批接一批地被按在木墩上处决。刽子手的鬼头刀砍得卷了刃，鲜血顺着刑场的青石板沟渠流成了暗红色的小河。在这场斩草除根的屠戮中，司马懿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理解的狠绝。就连已经嫁出去多年的曹家姑奶奶，还有那些尚在襁褓中连话都不会说的婴儿，都没有被漏掉一个。临行前，有人披头散发地挣扎着，死死盯着监斩台，凄厉地质问：太傅，您是指着洛水发过毒誓的，您就不怕遭天谴报应吗？您怎么能如此狠毒？70岁的司马懿穿着一身黑色的深衣，静静地站在高高的监斩台上，看着那满地的断头和鲜血，脸上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肌肉颤动。冷风吹动他花白的头发和胡须，他就像一尊在大漠里风化了1000年的冷酷石像，没有情感，没有怜悯。也许在他的心底，面对着漫天的血光，只有一句默默的回应，那是他对自己这一生蛰伏的总结，也是对所有质疑者的最终回答。我挥出这致命的一剑，确实只用了1天的时间，但我为了磨出这一剑的锋芒，我在黑暗里整整磨了20年。20年啊，这其中的每一个日夜都是在刀尖上舔血。从22岁那年被曹操用刀指着眼球怀疑，到中年时被深沉的曹丕当作工具利用，再到五丈原被诸葛亮送女装极致羞辱，最后到晚年被曹爽这个黄口小儿彻底架空嘲弄。他这辈子连做梦都在咽下别人咽不下的委屈，每一次低头腐败，每一次装病吐口水，每一次将屈辱和血吞下肚子，都是在为这把复仇的剑淬火。现在这把剑终于拔出剑鞘了，他憋了太久，必然要饮尽仇人的鲜血。对于司马懿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肉体消除，这是为了家族生存的斩草除根。他太了解封建政治斗争的绞肉机有多残酷了。当年曹操在长廊上看出了他的狼顾之相，却因为一时的惜才和心软没有杀他，留下了今天这个颠覆曹魏的后患。今天他司马懿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绝不会去犯曹操当年犯过的哪怕一丁点错误。他要用最猛烈的毒药和最锋利的刀刃，为他身后的司马家族清理出一个绝对干净，没有任何杂草生长的安全未来。高平陵之变，司马懿赢了，赢得毫无争议，赢得干脆利落，赢到了没有任何活人敢提出异议。但他真的赢了吗？在那个血洗洛阳后的黄昏，当群臣退去，当司马懿独自一人拖着苍老的步子走在空旷死寂的深宫大殿里时，他走到一面巨大的雕花铜镜前，停下了脚步。他看着镜子里面那个满脸沟壑、眼神阴森的干瘪老人，是否还能认出自己的模样？那个曾经只想在温县老家安静读书，不愿卷入任何政治漩涡的清高青年，那个在夏日暴雨中为了抢救几卷先贤竹简而狂奔的书生，已经在岁月的长河里被一片片凌迟，彻底死去了。镜子里浮现的是一个比当年的曹操下手更狠，比隐藏的曹丕城府更阴，比这世上所有枭雄都更加冷酷无情的独裁权臣。命运的齿轮转动了半个世纪，
完成了一个最具讽刺意味的闭环。那个为了战胜恶龙而踏上征途的屠龙少年，在漫长的搏杀中，为了活命，把自己这一生所有的温情、对固有的信义、对诺言的底线，一层一层的全部剥离了。最终，他的身上长出了冰冷的鳞片，他自己变成了那条盘踞在深渊里最大也最恐怖的恶龙。他拼尽一生走到终点，却活成了他年轻时最恐惧的模样。公元251年的9月，历史的时针走向了终点。洛阳的秋风又一次吹起，把满城枯黄的树叶卷上天空，打着旋儿落在冰冷的宫墙根下。这一次，那双曾经锐利如鹰、深邃如狼的眼睛，在凝视了天花板许久之后，终于缓缓地闭上了。司马懿，这位在三国乱世的血海中活得最久，把野心藏得最深的执剑人，走完了他73岁的人生旅程。史书上记载，他死的时候异常平静，没有出现什么天崩地裂的异象，没有电闪雷鸣。他就像一台在这个疯狂运转的乱世里工作了太久的精密机器，在耗尽了齿轮间最后一滴润滑的油脂后，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悄无声息地停摆了。随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那个波澜壮阔、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也即将拉上最后的帷幕。在他的孙子司马炎的手中，那个名为晋的新王朝踩着曹魏的尸骨拔地而起，晋军顺江而下，吞并了蜀汉，楼船破浪踏平了东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那个让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绝世英雄打生打死争夺了一辈子的锦绣江山，最终以一种最具戏剧性也最荒谬的方式落入了司马家族的口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励志传奇，一个忍者神龟忍受屈辱最终修成正果的童话结局。但如果你翻过这一页，再往后多看几页历史，你会感到一种从纸背上透出来的深深含义。司马家族通过欺骗和屠杀建立起来的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纠结、最混乱，也是最缺乏脊梁精气神的朝代之一。它短暂的就像暗夜里的一线昙花，随之而来的是同宗室之间杀红了眼的八王之乱，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带来的五胡乱华的百年血泪。这仿佛是天道轮回下一种宿命的偿还。司马懿用违背誓言和无底线的杀戮换来的江山，从打地基的那一天起，石缝里就流淌着互相猜忌与不信任的毒血。他用一辈子的言传身教，教会了子孙后代如何为了赢而不择手段，如何把仁义道德踩在脚下当作抹布，但他却唯独没有教会他们，当权力到手后，如何保留一丝作为人的底线去守住这江山。他透支了司马家族未来几百年的国运和福报，仅仅是为了换取他这一世残喘的绝对安全。回望司马懿这漫长的一生，你会看到一幅极度苍凉的黑白画卷。他一步步踩着尸骨站到了天下权力的最高峰，但高处不胜寒，他的身边早就空无一人。当年的刘备有关羽、张飞这样可以同生共死的结义兄弟，曹操的帐下有郭嘉、荀彧这样肝胆相照的知心谋士，就连江东的孙权也有周瑜、鲁肃这样的辅佐之臣。而司马懿呢，他的前半生每天都在提防曹操随时可能落下的屠刀，他的后半生每天都在算计曹爽挖好的陷阱。他这辈子唯一算得上懂他、配得上做认知知己的人，是那个坐在四轮车上拿着羽毛扇用女装羞辱他的死敌诸葛亮。可悲的是，为了生存，这个唯一的知己必须被他亲手送进坟墓。诸葛亮那颗将星在五丈原夜空坠落的那一刻，司马懿这具肉身里的灵魂也许就跟着死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躯壳
只是一个为了在残酷朝堂上生存下去而不断进行精密计算的冷血政治生物。他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没有绝对的信任可以依托，甚至连面对自己的儿子和妻子时，眼神里也充满了对权力的试探与提防。通往王座的路是用孤独铺就的，赢家在最后往往只剩下自己。这就是历史这把刻刀留给我们的冰冷答案。历史从来不负责书写皆大欢喜的童话，它只负责用最残酷的笔触记录真实的人性。在今晚故事的最后，夜色已经深沉，也许我们不用去苛责2000年前司马懿在道德上的对错黑白，只需把他身上那些被神化或魔化的标签撕掉，还原成一个在乱世里挣扎求生的有血有肉的人。透过洛阳城的风雪，你看到的其实是那个动荡时代里把生存法则运用到极致的现实主义者。我们在深夜盲听他的故事，不是为了学习那些阴暗的权谋算计，去把职场变成修罗场，而是为了在这纷繁复杂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一点能够自我安顿、抚平焦虑的古老智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你或许也会遇到像曹操那样多疑难搞，每天让你如履薄冰的老板。你或许也会遇到像诸葛亮那样才华横溢、工作拼命、卷得你怀疑人生的强大竞争对手。又或许你会遇到像曹爽那样明明傲慢无知，却偏偏占据着最好资源，还对你指手画脚的平庸同事。在这张大网里，你会焦虑的睡不着觉，会愤怒的想要砸东西，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会恨不得立刻冲上去，用尽全力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时候，当你心跳加速，情绪快要失控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想一想在1800年前装病的司马懿。他用半个世纪的光阴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时受挫的得失，就乱了自己内心的方寸，也不要因为别人冲刺的节奏而打乱了自己原本平稳的呼吸。人生从来都不是一条只看爆发力的100米赛道，谁跑得最快，谁就能笑到最后。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充满了未知泥泞的马拉松，甚至是一场随时会跌倒的障碍赛。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长河里，暂时的低头伏案不是懦弱认输，而是为了看清脚下那条布满荆棘的路。暂时的沉默不语也不是退缩，而是为了在心底深处积蓄下一次能够破土而出的爆发力量。在这个人人都追求一夜成名、充满了急躁与快的世界里，司马懿用他那沾满风霜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慢的重量。只要你还安稳地站在场上，只要你还保持着呼吸和生命力，一切的困局就皆有翻盘的可能。夜深了，风停了，愿你在今晚的梦里能拥有这份美临大事有静气的从容，关掉这世界嘈杂的喧嚣，放下白日里压在肩头的焦虑，就像那颗蛰伏在严冬冻土里的种子一样，安然入睡。晚安。